大家好，狗狗币这几天视频提醒的0.22支撑，反正我是少量在做多。那如果有利润的朋友，等下来聊聊这个位置狗狗币会不会继续涨，以及以太坊昨天是继续大涨，那支撑要不要往上修正，或者是大约1个月之前比特币80K，希望大家新的资金再一次 all in 比特币，包括当时的美股。反正我是坚定看涨型的，希望利润一大堆的朋友给我继续耗到就是。国语很烂，感谢点赞，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交易圈。另外，如果你正在考虑交易加密货币，我个人是选择使用 OKX 交易所，它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而且业界公认客户资产储备是最高的。视频下方有我的 OKX 邀请注册链接，现货合约交易手续费永久返佣20%。我们先来看一下美股标普500周线的这张图表，最近他们也是涨得很疯狂啊。那之前下跌的时候，在这一个低点的位置是跟朋友们讲，它是2022年到2023年这个高点的支撑。历史的经验，你就看图表就行，不要去管那一些新闻。每一次下跌恐慌的低点，总是带着很多坏消息，就是主力在骗人。2022年的低点跌到这个位置，也是遇到前面这几个高点的支撑，或者是2020年跌到这一个低点的位置，也是好几年之前这个高点的支撑。所以1个月、2个月之前，当时推特或者是 YouTube 视频也是提醒朋友们，危机，我看到很多人又在犯2022年当时的错误，因为当时跌到这个位置，我看到很多分析师也是讲经济非常的坏，或者是美联储一直在加息，美股要完蛋。那这一次同样也是关税，也是很多分析师讲啊，美股要完蛋。但是10几年的交易经验知道危机里面存在的机会，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推特上面昨天晚上给大家分享的一个观点，也就是昨天晚上美国公布的那个 CPI， 它现在的数值已经降到2.3，那也是跟朋友们讲 CPI 进一步降到2.3，对比特币或狗狗币、以太坊等山寨币，它是一个好事情啊。预期美联储是肯定要降息的，那既然有预期，往往的历史经验就是价格它会提前炒作，你不要等到降息来的，有可能价格都已经涨高了，预期都已经炒得差不多了，然后很多人才进场去接棒。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狗狗币，包括比特币，等一下再聊啊。那第一点，如果你有在买的，因为很早之前前2年的话，该买的狗狗币，包括当时这个位置做多，或者是昨天也是在跟朋友们讲，几天了，它一直在踩这个0.2。如果你有利润的朋友，我的观点是支撑先不要修正啊，因为狗狗币还没有涨多少，或者是有没有可能它价格涨高了，就是不修正的原因，反它有没有可能还是在这个位置盘着，那不然还是观察就是这个0.22的支撑。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坊，昨天是继续大涨，给大家的一些支撑位，有一些要看主力哦，它不一定有可能会真的就跌到一些支撑位，或者是有时候支撑位也不一定判断准确。那我们看一下以太坊下跌到这个低点的位置，昨天一根大涨，它继续创出更高的高点。那或者手上如果你有买入以太坊，因为我是没有在做多，那如果你有利润的朋友，超短线的支撑，不然也可以就是从这个位置修正到这个低点，这是一个日线的支撑。那如果要看4个小时的支撑，朋友们也可以观察，就是超短线的支撑，大约就是这一根蜡烛一半的位置，或者是不然就观察这个2010低点，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支撑。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则新闻，就是狗狗币的朋友要去留意一下 Space X 好像是进行了新建的一次什么隐形静态点火的测试，有可能目的是为了第9次新建飞行的测试。所以加密货币狗狗币有可能未来是要去外太空的。希望朋友们有利润的话也是尽量抱住，或者是我们来聊一下比特币前面这一个支撑$99,400，主力它洗盘的低点是很难猜的，或者是给的支撑有时候也不一定准确。那这个位置比特币昨天跌到这2天跌到这一个接近$10万左右，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口。短期我的观点是我们尽量观察吧，有可能资金在一些山寨币比特币只要反正在这个位置能稳住盘整一段时间，不往下跌，整个上升的趋势，你看趋势，它趋势是向上的，包括很多山寨币，它趋势全部都是向上的情况下，尽量
价格有跌回来的位置，或者是整个中长线的比特币它趋势向上的情况下有大跌回来，中线尽量给我 all in 啊。那现在我的观点是，反正利润继续保，或者是短线也要留意，如果它要盘整，我们要留意它不要再回到这个80内，或者是日线的 MACD 指标是比之前的这个高点，它是在背离的结构，所以有可能短期价格先观察会不会盘整，或者是这个 KD 指标，有些朋友不知道要怎么打开，点击 Indicator， 然后打入 KDJ， 你随便选择一个，比如这一个 1.4 的，1000多人在用的，点开以后设置点开，把这一个 J 值给它关掉，颜色什么的给它关掉，然后就可以得到跟我一样的指标。最后感谢大家收看，对我们